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用紫薯做个糕点，紫罗造型，好看又好吃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可爱极了。是的，先处理内馅，350克绿豆瓣，清洗多遍直到水清，接着用清水浸泡4个小时。浸泡了4个小时后的绿豆瓣沥干水分，倒入蒸盘中，再加入清水。水刚好没过豆瓣就好。放入蒸格，加上1片斑斓叶，增添一点香气。水开，大火蒸25分钟。时间到熄火，去掉斑斓叶。用手捏一捏，测试绿豆瓣是否软绵。如果不够软绵，可以加时再蒸。够软了。是的，先将豆瓣取出，摊一摊开，加速降温。再倒入破壁机内，加清水300毫升，搅拌成泥状。搅拌后的豆泥是这个状态，先置旁备用。锅内倒入60克食用油，20克红葱切片，冷油下锅，炉开中火，将葱片油炸至褐色后取出。油炸至这个程度就好，冷却后的葱酥颜色会更深一些。接着炉调至低火，将搅拌后的豆泥倒入。刚下锅时会感觉油量有点多，随着加温搅拌，豆泥会将油吸收，这过程约5分钟。这时候再将160克细砂糖及半小时盐加入，中低火再继续翻拌。这会很甜吗？这糖量不会太甜，这阶段拌匀后可以先试个味，喜欢甜一点的朋友还可以多加些糖，可以随个人喜欢自行调整。拌炒至这个状态，喜欢葱香味更浓的朋友可以将冷却后的葱酥加入，如果不能接受就不要加好了。继续拌炒至豆泥干身，冷却后的葱酥酥脆，拌炒后会自行化开，所以完成后内馅基本上会看不到葱酥。要炒到多干呢？大约这个程度就可以起锅了，整个过程约20分钟。很香哦。是的，完成后的内馅降温后备用。这时候来准备制作糕皮了。先将340克去皮后的紫薯切成薄片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用根筷子测试紫薯是否熟透，然后降温。料理盆内倒入550克水磨糯米粉，50克细砂糖，先稍微拌一拌。将紫薯倒入破壁机内，加入300毫升清水，搅拌成糊状。接着取出倒入粉料中，先用刮刀拌成面絮状，再用手搓至无干粉状态。取出一小块面团约50克重，捏成薄片，放入煮开的锅子内煮熟。将煮熟后的面团捞起，重置回原来面团内，再一起揉匀。温馨提醒，这熟面团很烫，小心避免烫伤。加入了这熟面，就能加强这面团的延展性，这做法后续会比较好塑形。最后加入60克食用油，再将油揉入面团内。这时如果感觉面团太软，可以再加入少些糯米粉补救，若太干太硬的话，就多加入一点水，切记不要多，一点一点慢慢调整。完成后的面团表面光滑，不沾手，如耳垂一般软度就对了。先将面团匀分小剂，每小剂30克，盖好，避免被风干。取出降温后的内馅，一样匀分成小剂，
每斤25克。先稍微揉匀，再搓圆备用。80克糯米粉，加入适量的水和油。拌匀后，再搓成面团备用。预先备好的蕉叶，清理后在表面抹上一层薄油，防粘。取一小鸡面团，像视频中一样揉一揉匀，接着用拇指按扁，放入一颗内馅，再用虎口收拢严实。双手合并，像视频一样，将糕坯按至紧实，助内部气体排出。手心抹点油，再将生坯搓圆。取少量白色面团，搓出2小面条。将白色面条平行摆在生坯上，轻轻定位按实。再将生坯放在水果网套上，将网卷起，用双手捉紧网的两端，轻轻扭转水果网套至稍微紧实，生坯表面挤出网套纹路，将网套去掉，生坯两头素煎。底部垫上蕉叶，一个紫罗造型生坯就完成了。这糕皮因为事先加入了熟面团，所以在塑形方面不会太难。再捏一个，大家一起瞧瞧。真的很可爱哦。是的，很讨喜。锅内水煮开，中火蒸6分钟，内馅是熟的，糕皮也是半成品，所以不需要蒸太久。煎中开盖散热一次，抹干盖内水蒸气，避免温度太高，糕体变形。时间到熄火，直接开盖，在成品表面抹上一层薄油。这糕皮加入了紫薯泥，收纳时盖好不吹风，即使摆放室温下一整夜，也不会变硬。真的很棒。是的，它造型好看，关键是不需要任何模具就能完成。对新手们来说，这真的很值得一试。此食谱完成后共40个，如果觉得量多，可以自行将食材减半。大家好，我是舅舅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要做咏春糕。叶问咏春拳很厉害，舅舅这咏春糕好吃吗？传统咏春糕榜社规，闻名遐迩，但是那糕皮黏糊糊的，很不容易掌握，所以早期南下的福建咏春人调整了一些比较简单做法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将300克绿豆瓣清洗干净，接着清水浸泡3至4个小时，浸泡隔夜也没有问题。将浸泡后的豆瓣沥干水分，在大火蒸50分钟。这蒸熟豆子很香。是的，都蒸透了。趁热将蒸熟后的豆瓣捣烂，尽量分成2至3次，分少量处理，这样处理后的豆末比较细腻。舅舅，选购绿豆瓣要注意什么呢？绿豆瓣肉眼下没什么分别，如果有机会做选择，一定要选购价格较高的。哎呦，
您是发财了吗？不是啦，因为它用量不大，只需多敷一点，可是效果好呀。怎么敷呢？价格高的一般上是从澳大利亚进口，颗粒大，蒸熟后豆味超香，容易捣烂，而且口感也比较绵密。真是一分钱一分货。是的，虽说这年头能省则省，但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钱影响生活素质。生活达人。最后再用叉子捣得更细腻一些。达人不敢当，舅舅是很爱自己。妈妈夫懂得爱自己，才会爱别人。很赞同。将绿豆沙倒入货内，再将2片斑斓叶剪断后加入。没有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就不加，影响不大。接着低火不停炒拌，整个过程约30分钟。一定要不停翻拌吗？是的，拌炒过程中水分散发，只有不停翻拌，才能避免底部烧焦。除了不停翻拌，也要稍微控制火候，这绿豆沙容易糊底。有焦味就前功尽弃了。对呀。拌炒后的绿豆沙必须是这样酥松清香，这是咏春糕的专属特色。稍微降温待用。锅内倒入100毫升植物油，这也是这整个食谱的用油量。接着将40克切片小红葱冷油下锅，在中火油炸至金黄色。油炸后的葱片沥干有份。舅舅，小心烫。放心，谢谢嘟嘟提醒。将葱素摊开散热，过沥后的炸葱油保留待用。接着去掉豆末内的斑斓叶，如果要求内馅更细腻，那就用个较粗孔的筛子将豆末过筛，但有家人反映喜欢略带一点颗粒感，嚼起来更香，所以舅舅一般上不筛。纯粹个人喜欢。是的，豆末内加入半小匙胡椒粉，8克食用盐。舅舅今天做的是咸口味。明白。再20克白糖，丰富底味。舅舅，如果换成甜口味呢？那也很简单，只要将糖的分量调至70至80克左右，再加入1/4小匙盐，那就变成甜口味了。甜度方面可以自行调整，舅舅会将食谱留在视频背面，还请大家留意。最后将油葱酥加入拌匀，这咏春糕内馅就完成了。传统口味上还会加点金桔末，但考虑到味觉上不那么大众化，所以舅舅一般上省略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准备糕皮了。首先将200克金瓜去皮后切成薄片，大火蒸20分钟。300克糯米粉和50克粘米粉倒入料理盆中，喜欢超级软糯口感的朋友就不用粘米粉，直接全用糯米粉350克。再30克白糖一起拌匀，不需调少糖量，因为微甜的糕皮再加上咸内馅，味觉上层次分明，特别享受。趁热将蒸熟后的金瓜捣成泥状，金瓜排出的水分保留，不需沥干。将金瓜泥加入粉中，稍微混匀。加入金瓜颜色金黄好看，可是成品隔夜后会轻微变硬。如果喜欢隔夜不变硬的朋友，建议您将金瓜改换成成熟。那么第2天就不必重蒸了。是的。接着120毫升清水，分少量多次慢慢加入，边加入边和匀。这水的分量只供大家参考，
这攸关金瓜排出的水量以及各牌子粉的吸水量不同，因此水的分量还请自行拿捏。加入4大匙约60毫升炸葱油，继续再将油和入面团中。将和匀后的面团分成小剂，每剂45克。盖上湿巾保湿，剪成圆形的香蕉叶上涂上一层薄油防粘。舅舅，您每次都香蕉叶，其他叶不能用吗？可以的，欧美的朋友说过香蕉叶特别贵，其实您可以用烘焙纸替代。我们这里是热带国家，菠萝蜜、竹叶、番石榴、柚子叶都可以用。取出一小剂面团，揉一揉，增加面团延展性。搓成球状，再用拇指按个深穴，接着捏成窝状。勺入适量的内馅，这里我用了3小匙。再用汤匙底部将内馅稍微按至紧实，再捏合，必须捏至密实，避免蒸熟后露馅。在生坯表面裹上葱油，这样处理，蒸熟后成品就不需涂油了。这样比较省事，也可以省下手粉。油亮亮的，好看。在生坯底部垫上一片蕉叶，再稍微按扁就好。舅舅不建议按得太扁，免得蒸熟后少了一点立体感，感觉不太美观。一直重复至完成。此食谱完成后共15个。将生坯置入蒸屉内，水开，中火蒸10至12分钟。煎中开盖散热一次，这样可以避免膏体过度受热变形。抹去锅盖内水蒸气，继续蒸熟。蒸熟后的成品，离火降温。哎呦喂，这也太漂亮了啦！很满意。在成品上加上小红点点缀，添加一点欢乐氛围。嘟嘟，你看膏皮弹弹的，很疗愈，可以给我试一试吗？好，来吧。嘟嘟，好棒棒！各位夫妇阿姨，献丑了。成品外表金光闪烁，特别雅观，很吸睛，特别诱人。嘟嘟，你请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膏皮薄，馅多。嘟嘟，觉得怎样？茄香中带点辣，嘟嘟不太接受，不过相信奶奶会喜欢。膏皮极韧又带嫩，有点 Q 弹。嘟嘟，可能你会喜欢甜口味多一些。我想也是。皮鲜嫩软糯，内馅咸中带点清香，很酥松，令人齿颊留香。酥松的内馅正是咏春糕特色，也正是这酥松内馅叫人回味无穷。它不像一般红龟糕普遍被接受，但对喜欢它的人又会念念不忘。是的，各位夫妇阿姨，基本口感很好，只是那松松的内馅，嘟嘟接受不了，少油少糖。阿公阿妈肯定喜欢，试试看呗。
再留言告诉我们。谢谢大家，不明白请留言，再见。拜拜。